德国人所做的太空实验室、太空望远镜。那为何从华尔街看世界的经济呢？华尔街的由来又是什么呢？如何从华尔街看世界的经济啊？华尔街是纽约曼哈顿南部以百老汇路延伸到东河的一条大街的名称，是英文这个叫做强街的意思啊。专等差不多500几米这个所在掌握的全世界经济1792年，荷兰殖民者呢，为了抵抗英国军队的侵犯，而建筑了一道土墙从这个东河一直到哈德逊河，沿这个墙岸呢，形成了一条街道，因而得名叫做华尔街那当时呢，把围墙拆了下来，但华尔街的名字呢，也留了来，并且以美国的金融中心闻名于世东西荷兰殖民者踏上了纽约这一块风水宝地呢，在不到30年的时间，将会变成全世界上大嘛是上盖好的海港其中一个。纽约的商业精神嘛来自于荷兰的人。虽然这资本主义的制度呢，基本概念出现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但说起资本主义的真正的实践者跟创造者呢，我们还是把它回归到这个阿姆斯特丹的市民。因讲这的银行股票交易所信用风险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专播有系统的融合在一起，用这个集中经济的情况带来爆炸性的财富增长所以东西荷兰它一下子呢就变成了欧洲的强国其中一个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经过了一番的发展建设，变成荷兰的贸易前站。但是呢，在1652年的英荷大战呢，显示了他的命运。当时一名军人以军人的思维的方式呢，统治这一块土地对于英国的殖民者呢，炸的想要偷这块地但是东西新英格兰呢，又呢想要攻下这块地呢，所以东西荷兰的这个创立者就在这边呢堵起了这一道墙一直到后面的是西方的这个三一教堂呢，就这样子短短的一段时间了。所以呢，在当时他的管理之下呢，在史特文森管理之下呢，他巨大的庄园呢，使得他的后裔到19世纪呢依然非常的富有。而那一道墙呢，很快的就荒废到1698年才被拆除，这也就是三一教堂开始修建的那一年讲起来有点历史，有点沉重，但这是华尔街的由来那主掌了全世界经济短短的一条路因为美国这个地方以前是多国殖民者的地方，现在呢，我们又上了第五大厦的观景台纽约的观景台非常非常的多，而我们现在上的呢是第五大厦的观景台。你若爱看电影的人，
你绝对可以在很多电影的场景里面看到第五大厦顶楼的观景台。第五大厦呢，从外观看起来，各有人叫悟道大楼因为这个规形呢，生到真像一个悟道讲这个第五大厦呢，我们又要讲到第五大道美国纽约曼哈顿，我们现在其实，在纽约市中心最经济、最繁荣，你不要小看这个地方其实很不好拍在第五大厦、华尔街，因为这些都是城市啊。但城市这街仔路你要安怎翕？就像讲咱来去翕台北的南京东路你要拍起来就有点困难因为这个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地方，但是它不是景它这个是经济重镇第五大厦的观景台，第五大道，所以来到纽约拍摄呢，其实是具有一个挑战性的因为你要如何展现出纽约的感觉这不太容易啊。第五大道是由美国曼哈顿的一条重要的南北向的干道南起华盛顿的广场公园。由第五大道呢位于曼哈顿的中心地带因此曼哈顿岛上东西走向的街道，容易这条街道作为一个界限，以这一条路以东西两边来称呼所以叫做第五大道啦第五大道的景观非常非常的真对南到北有帝国大厦，有纽约的公共图书馆，这拢做有名洛克菲尔中心这咱可能后边拢会去St. Patrick 的教堂，够上盖有名纽约中央公园我们现在常听到的中央公园讲的呢，其实就是在纽约的这个中央公园，在这个大都市全球世界金融就看这个地方，而在这个大城市高楼林立之下，你忽然间看到了一个这么大的公园，中央公园，所以它因此而闻名那在这上面呢，还有被称为艺术馆大道60街到34街的第五大道，被称为梦幻之街。哇，每一年的跨年真的有很多啦，讲不完这个都是在这边非常重要的。而第五大道的第五大厦观景台呢，也就在第五大道上面，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如果你俯瞰它了从底下对另外一栋大楼看这个第五大厦呢，你会发现它整个长得很像熨斗又被称为熨斗大厦1902年完工，纽约市当时上高的建筑其中一个，它就在曼哈顿岛第五大道上面坐落在23街，在这个百老汇大道跟第五大道交叉的一个三角形的街区上了这上面呢，你也可以看得到整个纽约市的全景。上了这上面观景是最棒的，而箭头呢也指向了麦迪逊广场的南边，大楼周边的社区呢，很多人也把它开玩笑的叫做熨斗区，很好玩这就是我们现在上来的第五大厦。那第五大厦呢，也是所有真侪电影拍片呢，一定会走起来顶管拍片的所在因为它整个上面的景观呢，非常适合电影呢来这边呢做这一种拍摄而刚刚看到华尔街呢，忘记介绍很多人在玩股票，这样子人那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水饺股、鸡蛋股，英文叫做什么叫做 penny stock。penny 呢是美国钱币上概设的单位意味着每一股的价格非常低的股票。一共呢，就是台湾常讲的鸡蛋股、水饺股啦。但呢，鸡蛋股、水饺股的价格还算高penny， 它实际的意思呢叫便士它比这个股价还要低于股价，在美国小于5美元就被定位为 penny stock。英国则是低于1磅叫做penny share， 不一样而这些股价呢，受人为操作，常常成为证券诈欺交易的标的物所以很多人来到华尔街呢，有时候会有很多疑问：什么叫做鸡蛋股、水饺股啦？什么是锅炉式的操作方式啦？那当然了，深入研究之后呢，你会发现很多很巧妙其实这一些东西呢，也就源自于美国曼哈顿的华尔街上面。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整个纽约市中心最中心，没比这更中心的位置啦那上来第五大厦看看整个景色。
那时代广场时代广场呢是在这个42街百老汇跟7大道呢旁边就是一个三角形的地方。这一块土地呢，在1872年的时候就是在那边卖马车舍币的地方，当时呢称呼为这个 Longacre Square，Long Acre 长姆广场。为什么这样叫呢？英国有一个地方同样是卖马，也是的地下铁同一年也要落成要开通。那纽约时报的老板就游说市政府呢在那边盖一个车站。这一个车站呢就是时代广场 Times Square。那时代广场呢，我们有2个意思，是纽约时报的广场，另外一个就是时代的广场。在1907年的时候，花莲水晶球呢就是从那边掉了下来直到现在。每一年也是呢，纽约市庆祝过年的时候最伟大、最多、最热闹的一个节日。当天呢早上开始就有人呢去那边排队为了霸了一个好的位置来看这个水晶球。水晶球呢掉下来，那最近这几年呢，大概是80万的人来参观这一个水晶球，是现场参观的。再来呢就是有些在参观，有些在电视上面来看。1910年开始，那附近就开了很多戏院、很多礼品店、很多餐馆、酒吧赌场出来。那30年代的时候是纽约市的最危险的一个地方，犯罪呢是最多的一个地方。纽约市第107位市长是之前他是联邦检察官，他就呢上任之后就把这一些涉钱的娱乐场所呢全部改走。那吸引了很多大公司搬了进来，好像呢这个 Disney 在了Disney 他们就在这边来卖这个纪念品。好像呢杜丽莎蜡像馆McDonald 这个电子股票交易所这个 ABC 美国广播电视他们呢全部搬到这一个三角形来。那现在呢每一天差不多有36万的游客，或者呢在这一个三角形附近上班的人会经过这个地方。那来到这里要看什么呢？人看人。上面呢就是打球，下面就是车站。Madison 前方那个写了101115那一个就是 Madison 花园。AMC 了AMC 是电影院这一家电影院呢已经给这个大陆青岛那个什么万达集团呢买去了。他不买之还没得8街，直到59街、51街是5大道，直到6大道，总共19座的大楼从1931年开始盖，直到1939年才盖好。那最出名的就是以前的 GE Building 最高的时候是850尺70层高那这个 GE 呢已经改了 Comcast， 为什么呢？他那个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呢给 Comcast 收购了现在就换了Comcast Building。邮局前方右手边那家很罗马格式的建筑物是邮局。以前进邮局是一个中心有保障的工作。最近这几年由于这个互联网的问题每个人都在 email 呢，那寄信的少了，收入少了他们都是最近这几年都是亏本整个系统下来都是亏本。来到纽约要了解的东西呢，就非常的多啦我们走在这个第5大道上面呢，今天的天气晴朗，非常的棒我们走在第5大道上面，准备来一探整个
纽约市咯。这个时阵呢，大家好好介绍啊哈。我们在第5大道走的时候呢，我们呢会走到一个最中心点，叫做洛克菲尔中心。那它坐落在美国纽约，也是在第5大道上面。那这个洛克菲尔呢，是由好几个摩天大楼组成的城中城，由洛克菲尔家族出资建造，设计者呢，把它设计19栋的大楼。中央公园的倒手边，我看到无哈？这是中央公园的马车。这个马车呢，一站嘛哈，纽约市的政府啊，这个市长啊，这个市长真有钱哦。纽约市的政府非常有钱哦。左手边你看那个马车哈，纽约市的政府呢正在研拟啊，要把这些马呢赶离开中央公园经过了一番抗争起码给你瞧啊。为什么？因为认为呢，这马不是叫你点马加路顶管你不能走在柏油路上的那他认为呢，这些柏油路上呢是在虐待的这一些马匹而且呢，这一些马匹呢沿路上呢便有碍市容观瞻。但是这一些马夫呢认为呢，这已经是纽约的地标之一了。你把我的马牵走了我以后叫纽约市没被下堂子，还叫纽约中央公园吗？又不可能的嘛这就是重点所以呢，这个今嘛给你控制而纽约市长呢，那是真有钱那美国人的心态嘛，真特殊他不认为的你有钱你是财团来管理的，也感觉你有钱呢来管理呢，你不会贪污你的家世背景呢，也许并不是来的那么重要，而你的治理能力可能比你家里有没有钱还要来的重要。所以你知道吗？纽约市州那个市长在全美国是排名前几名的富豪之一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来，那我们现在呢，沿路上呢，有没有看到这一个呢？是教堂大奶奶来等一下我们会来，马上我们先来到第5大道那在第5大道上面呢，我们也准备来看看整个第5大道几个重要的地方包括这个 St. Patrick 的教堂还有我们刚刚才经过的这个中央公园。而第5大道这一条路我刚刚有讲过了，这个地方呢，把美国纽约曼哈顿切为东西2侧以它作为分界点。而这个第5大道上面呢，也是每一年跨年活动呢，你一定会看到所有第5大道拢会使来这个所在全世界拢会来到这来倒数洛克菲尔中心，它已经被美国政府呢列为历史地位的地方地标。洛克菲尔中心是历史上上盖大的都市计划其中一个。这个所在呢，占地22英亩由19栋建筑围绕出来的活动区域对于公共空间运用、城市规划的新风貌，我讲较白洛克菲尔中心的定义是纽约上盖早期的城市建筑蓝图。不要小看城市建筑蓝图全世界最会规划城市的呢，街道的未来城市的，很多人推崇的是英国，再来是美国。这个城市的建筑很重要你的下水道怎么走啦，你的建筑物怎么摆设啦，你要种什么东西啦，完完全全的取决建筑的好，你生活的便利、交通的便利，再加上呢你这个城市的美丽。很多所以我们可以讲说呢，洛克菲尔中心在建筑史上最大的冲击就是公共领域的使用。这种为普罗大气设计的公共空间概念呢，最后呢带来了所谓叫做市民空间civic space 的这个由来的重视它巧妙的运用大楼的大厅、广场、楼梯做成行人的休息区。这不知道大家有了解没所以真侪今晚咱也在看的台北市这样子大楼看有一寡呢变成公共的空间就是这个大楼虽然是私人建筑，但是它把很多的底下的这个空间巧妙的运用，变成一种公共空间，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去使用它。这个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洛克菲尔它最主要的由来那我们现在呢，也可以再来到了这个 St. Patrick 的教堂，来看看圣派翠克教堂是什么。在整个第5大道
非常多时尚的精品，这一些高楼大厦底下呢，要出现一个哥德式的天主教堂呢，这个光古典跟现代的强烈对比呢，你要没看得呢，的加困难啊。那教堂内部呢，进来看到了这个彩色花窗呢，缤纷的色彩呢，这也是天主教跟基督教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因为一直来的那种彩色的玻璃窗，这些玻璃窗经过了外口的这个日头啊，给它照入来了，进来的光线的柔和度，不要小看这个这个能建造这样子有这种艺术概念的博盖者而且经过这个日头借过这个堂啊，产生的这种让人心很 smooth， 就是很平和、很平顺的感觉呢，不太容易在这里面呢，这样子的方式呢，就会产生安定人心的方式呢，尤其是当他望弥撒的时候呢，更是不得了。那在圣派翠克的外观上面呢，还有一个雕像的背影呢。这个雕像其实呢，就是希腊神阿特拉斯阿特拉斯的这个雕像啊。那第五大道的圣派翠克边啊呢，也就是时代广场啦。这一个呢，全美国最大的新哥特式罗马天主教堂，主教大教堂。刚刚看到那个是玛利亚纸上图那在这里呢，当然呢，还是如果你喜欢去欧洲的话，你就会感受到这里跟欧洲的这种所谓的历史典故是一样的，当然呢，宗教是一样的嘛。第五大道，那这上面的圣派翠克圣 Patrick 大教堂位于纽约的第五大道上面很特别吧？来到这边呢，纽约有看不完。刚刚有没有看到好大的雕像？黑人就是呢阿特拉斯阿特拉斯因为反抗宙斯了失败被处罚双手，撑着天在百科全书里面呢，看到他呢这个好像没有那么轻松的撑起来了OK， 来，那我们现在走啊呢，这个是什么？Century Park 中央公园在整个第五大道很容易就绕一下呢，就看到了中央公园。这个跟在伦敦看到的这个伦敦的公园是一样的在伦敦我们把它称为海德公园，在纽约我们就叫它最有名的中央公园啦。这个中央公园最早在1857年开放在曼哈顿中心的一个大型的公园在当时呢1858年呢，以草坪计划呢开始拓展了这个公园。这个计划呢开始1858年施工了最后经过了当时美国南北战争1873年来完工。中央公园呢是美国造访人数最多的都会公园这个地方已经变成的是纽约市的另外一个地标了在第五大道南面哥伦布圆环告中央公园呢所以110街到59街啦我们就把它称为这整块区域都叫做中央公园。那这时代广场我真不用介绍了啦真的，为什么这时代广场呢就是最有名熊老类的精品精华时尚大道。
前呢好几次，我都有想过来时代广场办跨年但是也有一点难处啦第一个，光时代广场跨年，你知道吗？这个也崩点嘛，你知道多早之前就定了8、9个月前甚至10个月前就要开始定这个时代广场你说简单吗？很不容易要叫大家呢这么早之前定了，真不容易现在大家都洗高的高了才会去定它你有没有看到2015年上面的那一颗水晶灯在每一年的时候呢，在那个上面呢就换成了一个 Big Apple 大 Apple 对顶管那个降下来撒下这个彩带这就是最有名的时代广场的跨年倒数啦，跨年这几个字呢，时代广场永远呢都没有办法忘记它的这个在新闻上的重点。不管你觉得这个地方这个乡西啊，但是从小到大听到的这一定爱来在纽约曼哈顿的42街，从东边到西街呢，都非常的有看头。很多人觉得没什么，我告诉你，因为这是城市嘛所以当然呢，它感受下来呢，就没有像风景点这样子。但是它的价值、它的历史呢，你不来也不可能是非得来不可的自由中，我们现在呢来到了费城的自由中那来到这个自由中呢，馆里面一开始都展示了自由中的历史跟裂痕的由来自由中上面有一条长长的裂痕因为裂痕变大了变就短了，你就再也敲不出声音来了。裂痕的上方跟下方呢，很像被补丁过但是咱得再看掉这个自由中的历史还蛮坎坷的1752年，英国给买入来了呢，第一次挂上去的时候呢，不知道是不是瑕疵品敲了一下，它就裂掉了那然后呢，当时的这个 John Pass and John Shutdown 他重新铸造那铸造之后呢，在上面呢就刻上了他们的名字结果因为重铸后的声音呢，不太好听所以呢，东协制造者又把它重新铸造了一遍虽然结果嘛是不盖好但是大家呢也只能接受的然后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了又出现了裂痕1846年有没有看到这个裂痕？1846年最后一次呢，敲完之后呢，就开始了被巡回跟展示当中了那这里面展示的自由中的地方，还可以看得到自由中的老家，也就是 Old Stand House 旧州会议会那上面呢也有一个钟在这个议会上头，那个钟是尼可拉斯凯奇在上面爬上去，你老跨过爷爷的等量可以看得到他当时拍的一部片子，我有点忘记了这也是自由钟的由来跟自由钟上面的裂痕我们讲了那么多，那自由钟为什么要去没代无志英国人做这个钟要创回呢？像那一起世界上上盖有名的钟在美国的诞生地费城的自由钟，251年前，在费城独立宫敲响它第一声响之后呢，当时就是因为要它代表废除美国殖民地获得自由的象征，所以改叫做自由钟。当然这嘛是以卡地来的比例不管如何看到吧这摆头前那个尖尖的塔顶管冒一个钟，那个就旧州议会那个旧州议会也常常出现在美国的电影上面按照哲理说，这个一座就是国会大厦。州府大楼原本是州府大楼，独立宣言呢就在那个台阶上面来宣读，所以是成为了这个独立宫。华盛顿那个雕塑是华盛顿。那在前方中间拍照全部到齐的时候，我们再读。这一个刚才敲钟是这一个，因为这个是普通的钟，至于钟印在那边的。独立宫1732年原本是州政府一座2层式的旧式红砖砖房这个独立宫呢，
前面就是自由中啦，也是旧州议会哈，上面还有一个钟哈，这个独立宫也是旧州议会啦哦。顶管我在来讲哈，这嘛是拍电影真侪看的所在。在这个地方呢，美国革命之后，它是独立的象征啊。200多年，独立宫配合上自由钟，自由钟敲响了美国殖民的停止。殖民并不是指黑奴哈，是指英国等地哈，当时在殖民着美国这一块美洲大陆北美洲，所以敲响了它，代表呢美国历史的全新开始。自始至终呢，变成了美国爱国主义最好的教材。自由钟是费城的象征，更是美国自由精神的象征，更是美国人的骄傲。虽然它不怎么响亮敲响独立宫在独立宣言时呢，敲响了它，独立宫加上了自由钟，美国独立的代表。自由钟、独立厅，还有呢，独立宣言表决通过的叫做什么？大陆会议啊。而大陆会议呢，就在这里举行，你了解不？所以这整个是呢合成一体的一条旅游路线。费城在1790年到1800年呢，是美国的临时首都，所以当时的国会在我们刚刚所说的前面的独立宫里面1楼是众议院开会的地方，2楼是参议院里面呢是前面美国独立的象征啊。那当然呢，还可以看得到木匠厅呢，因为这一个厅呢最有名的是盖好的那一年举行的第1届大陆会议就在这个地方，1774年的13个殖民地呢在这边讨论而该厅目前是由美国现存最古老的什么费城市木匠公司所拥有木匠一词在当时呢，跟现在的建筑呢有点类似，建筑工会啦，但是以前呢无这个安文头较少啦所以以前用叉做的建筑物本身无介大，但是呢，等是当时的建筑工具呢，甲得到大陆会所使用的部分桌椅所以，地方不用大在于说呢，这个地方呢，它创造出什么来就像我们台湾的游世界也不大也没资金大但是呢，也不会从以前到现在从来我也不会因为没有资金把台湾人游世界搞得很大而妄自菲薄，所以地方不用大，地方呢，重点是。它代表了什么历史？它出产了什么东西？这个也就是非常有名的木匠厅。那我们复习一下咯，对费城的自由钟、独立宫到达它的木匠厅，这里也就完完整整象征了美国的独立精神。盖好了，还没盖好了。原本呢是放在那边的，就是60年代的登上这个
月球的登陆艇了。好，那一支呢，就是形状又不一样了啊。那一支飞机呢，就是微软的老板做这个小飞机游了太空一圈的了啊。再来挂在天上那一些就是不同的卫星了。好，那左手边呢，这2颗呢是裁军的飞弹大的。说起了美国太空的领域，说起了美国的科技，我们跟你说，世界上谁敢跟他比啊？虽然现在的中国大陆，虽然当时冷战时期的苏二，极力的想跟美国抗争，但美国这么小小的一个地方，在这200年当中，二战之后，使得美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站了起来，掌控了经济，也就代表你掌控了所有。所以你讲这个国家强不强？你讲军事很强，它是军事强国。你注意看，全部绕一圈回来，全世界经济哪一个不是绕着美钞走啊？所以经济呢，它代表的所有的一切。当你失去了经济的时候，你觉得美国还能领导全世界吗？这里是航太博物馆。飞弹，德国人呢所做的，德国人所做的太空实验室、太空望远镜、太空实验室。那一只好像飞机一样的，就是反土飞弹打伊拉克的。